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宋说西语。今天是2023年的8月10号。那昨天晚上又看到好几篇论文，因为太晚的来不及说。那今天跟大家聊聊。那实际上呢有3-4篇我看到的，就选3篇吧。第一篇是英国曼彻斯特的啊，第二篇呢是斯良，就是西北大学，第3篇呢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那个比较有意思，咱们最后讲啊。咱们先讲这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那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这个论文啊，看起来是物理系和这个石墨烯中心合著的，一共作者4个人，其中2个呢看起来是华人啊，名字看起来啊。他说呢，最近啊有2份预印版的论文啊，就是 Archive 上啊，报道了室温常压下的这个超导，震惊了世界。全世界范围内呢都开展了复现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尝试，实际上呢，大家都不太成功啊。那么这是这个论文的具体的内容啊。那么作者叫 Ivan Tomokin 啊。那这里边呢，他最后的结果呢，他还完整的实验过程啊，也有。最后的结果呢，很简单，他说 Overall, at this stage, we can conclude that although the synthesis of LK99 shows XR features similar to the reported 巴拉巴拉巴拉。最后呢，他们说虽然看起来和那个原论文的 X 衍射的图像是一样的，其他的数据成分也一样，但是呢没有超导的迹象。这是曼彻斯特论文，就是说我们做的结果呢，我们的样品没有超导。那我们看一下第2篇论文啊，就是斯良和维也纳大学这个合著的这个论文。之前呢他们发过一篇，这次呢是又发了一篇。那么这个论文呢标题是需要进一步抻杂以实现超导的莫特绝缘体这是他第2篇论文的这个题目啊。那么第2篇呢里边呢就是讲了这个 LK99 呢是一种莫特绝缘体，需要进一步掺杂以实现这个超导性啊。这是论文的全部内容啊。他这次作者好像多了啊，包括西北大学、维也纳学院和伦敦国王大学啊，这是3个院校的合著的论文。那么也是最后呢，他又是从结构上分析LK99。包括它的这个所谓，我们看一下结论吧。结论说呢，就是LK99 呢是一种莫特的绝缘体需要进一步的掺杂以实现超导性。那莫特绝缘体是一种本来应该是导体的物质由于电子间的这个强烈的库仑作用表现为绝缘体，所以它的命名呢是为了纪念英国物理学家内维尔·莫特那么他在197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莫特绝缘体呢，它不能用常规的这个能带理论来描述，需要用量子的多体理论。关于这个莫特绝缘体前几天刚好那个威廉玛丽学院那个金教授他有说到，他说这个铜氧化物的这个高温超导体中由于电子的相互作用和这个晶格结构就这位金教授。导致这个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母体大多数都是莫特绝缘体的状态。但是你通过引入这个掺杂或者施加外部压力的这个方式呢，可以实现超导性。这是金教授他总结的理论。那这个理论呢，就讲了几层意思，就是说，LK99 的电子结构就我们是个论文我们说这个论文维也纳大学论文呢讲的就是说。它的电子结构呢是由2个低能的铜DXZ 和 DYZ 能带组成的3维结构，与这个 OPX 和 PY 轨道上的1维结构形成对比。LK99 的电荷转移能比铜氧化物超导体小1个数量级，这可能呢和它更高的 TC 有关。另外呢，他说的 LK99 的相互作用与带宽之比莫特绝缘体所需的大1个数量级。因此呢，相互作用呢会将铜 DXZ、DYZ 呢分裂为上下2个
弧本能带，使 LK99 呢成为莫特绝缘体或者电荷转移的绝缘体。那这种分裂是动态的它是由电子机制引起即使你不考虑这个晶格奇变也会存在。所以呢 LK99 的电子动力学和生子动力学可能会有相互的作用或影响，对于这个电荷载流子的定域有重要作用。这是我做的这个机器翻译的总结大部分我是看不懂的。那这篇论文，这是第2篇的这个论文，思良他们做的这个理论分析。那第3篇论文就是今天重点讲的这个中科院物理所的论文，实际上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这个论文标题叫不是真正的超导行为它这个它就是说这个分子式就是那个铜那个铅磷灰石还有硫化亚铜的异极相变那这个结论呢就是你这个偏了不是真正的超导行为。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内容这是论文的这个全文论文呢讲了很有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在今天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呢，最后结论我们看结论。他说我们测量了纯的硫化亚铜和混合物 LK99它的这个疏运和磁性质，并重现了电阻力的实验结果。我们发现呢，电阻力有一个明显的降低，但它们没有呈现出零电子。LK99 中的类似超导行为很可能源自一个硫化亚铜的一级结构相变引起的电阻力明显减小。那么它这里边这几个图我还真认真看了看，包括这个主要前面这个图是最有意思的，就这个图，这个图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每次这个 X 射线演示图呢都能看到它这里边这3根线S1 S2 呢是2个硫化亚铜含量不同的样品，那么黑的这个线纯下边这个线呢就是纯硫化亚铜的这个演示图。S1 呢大概是5%硫化亚铜含量就比较接近了这个 LK99 的成分。绿的这个 S2 呢是70%的硫酸亚铜，然后他拿这个图呢来说明，你这个超导就是说那个电阻力突然降低没有呈现这个零电阻状态，是因为硫酸亚铜在里边起作用了。但是你从这个演示图上看出来我们说上面那个红的那个曲线硫化亚铜越少，它越像这个 LK99。就是原来那个李时培那个论文中的 LK99 曲线，和中科院这个结论呢，它就肯定是不相符了。S2 就是含硫化亚铜越多的，那就像中科院结论。问题是，人家 LK99 有固定的分子式，有固定的原子比例质量比例，你为什么要把人家这个样品中要搞到70%甚至更多的硫化亚铜呢？我是不理解我看这个图，所以他这个图我觉得反正我就看出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查了这个 LK 他申请的这个专利的数据，人家专利里边这些样品在298K 到398K 的温度下，电阻率达到了10的负14方到10的负11次方欧米厘米，它是小于银的。这是中科院的这个他们做实验的样品是达不到的，也不可能通过这个硫化亚铜来解释。所以它这个曲线呢，其实就是针对他自己这个硫化亚铜含量高的这个曲线样品做的这么一个分析。所以我觉得那个中科院这个论文是有社会价值的，但是技术价值是看不出来。我估计他们这个实验的样品是不是有问题你像北大、上大、中科院物理所的这个实验水平看起来是在一个台阶上，我只是指做实验的水平我感觉他们比华中科大比东安大学好像要差点是吧？甚至我感觉还不如曲阜师大呢。那这个北大团队呢，前面有个论文，他自称还发现了这个铁磁性，实际上人家韩国人在论文里边
早已经在专利里边写明有铁磁性，而且北大这个团队呢，它的样品也不纯啊，包括那个 X 衍射曲线能看出来，它前面那个波峰也是多，可能是它这个副产品啊导致了这个铁磁性啊等等也不好说，所以韩国人已经在研究超导材料的应用，实际上人家不在乎科技的争论的，就包括那个金教授之前说的，我们做出结果了，你们做出结果行不行，和我们没关系啊。所以啊，我们只能理解中科院这个论文啊，看起来说实话还不如那几所大学那个做的像回事呢。我只能说他们可能是不是这个目的是逼着韩国人公布他们这个技术啊？这个你看你这个。你这个一个低级错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找到一个大 bug， 哎，韩国人一惊醒，赶紧再公布一下他们自己实际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改进。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说得过去了，因为只要沾上这个中字头的单位啊，那首先是做思想工作的，是吧？其次才是做业务的。我这说人没毛病吧？所以你看中科院这么一搞，立马就成热点，民心可用。哎呀，实际上这个事儿啊，我们昨天还是前天就讲过，这个韩国能源工程大学是关键。哎，我们吃瓜呀，要吃那个最甜的瓜，要牵住这个牛鼻子，因为到目前为止啊，只有这个韩国能源工程大学有 LK99 这个样品，就是量子能源中心给的这个官方样品，其他的都自己在烧炉子烧呢，烧了一团灰。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网络小说里边啊，你穿越到了大宋朝，发明了炒菜，哎，你放出话来，8月15大宴亲朋，要推出自己的拿手好菜鱼香肉丝，哎，你穿越后啊，你第一个名气就是靠这个炒菜得来的，过去都是发明什么洗洁精不好使了啊，你已经出名了，那些仿制菜的各个酒楼的厨子呢，包括皇宫里的。都在琢磨这个家伙要用什么鱼来做这肉丝啊？鱼香肉丝，你看看像不像？是吧？咱们回到这个能源工程大学啊，这个韩国能源工程大学啊，实际上也是个很厉害的院校啊。这个我是不了解，因为我的观众里边有了解的，给我讲啊，他们在这个芯片设计啊，还有其他方面，包括这个镀膜这工艺上面很厉害的。那最近啊，这个韩国能源工程大学就接受了 Digital Times 的采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副校长他去说的，他说了主要是什么呢？他说 LK99 给的那个样品啊 ，X 射线的衍射结构已经分析了，这个结果证实呢，样品的这个精细的晶体结构和论文中呈现的这个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是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前1个月前，人家就拿到样品了，哎，这是啊。外部机构啊，首次确认 LK99 的这个微晶结构，那是不是超导体啊？是你们科学界确认的事儿，和我们无关。我们只对它的电学特性感兴趣，而且这种材料呢，已经达到了值得我们系统分析的水平。我们呢，把它制成更容易应用的薄膜，来探索它的能源领域的应用的可能性。你看，1个月前就拿到样品，现在呢？想把它把 LK99 啊做成几微米厚的薄膜，哎，以验证室温下电阻的这个值。就是说，算不算超导？就算不是超导，如果 LK99 在室温下有那种低电阻的这个特性的话，那这种新材料也有很多应用啊，因为它的材料的造价是太便宜了。另外呢，工艺也简单，所以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呢，他们会用这个透视电子显微镜来观察它的原子水平的晶体结构，在原子水平上进行结构分析之后呢，然后进行电学性质和电光性质的测试，最终呢会在今年年底公布结果，这是能源工程大学的。你看，所以说呀，你看看这个事儿，现在人家放出来一个烧炉子的工艺，实际上呢。刚才这个能源工程大学已经确认了 LK99 的这个晶体结构和论文一致的，但没有确认超导性，人家不 care 啊。而且能源工程大学的量子研究所，他们是合作伙伴，这不是一般的合作伙伴，这是甲方和乙方关系，甲方委托乙方，你给我开发这个薄膜来，
并且呢是有老关系的。这个能源工程大学这个副校长就是朴校长朴振浩，他就是 LK 团队那位老教授的朋友，是这种薄膜啊沉积方面的专家。所以呢，人家在甲方 LK 团队就是量子能源中心在找这个乙方啊能源工程大学开发这个薄膜应用方案，而不是去验证这个超导性。什么薄膜呢？就是所谓的蒸汽镀膜工艺啊。这个韩国这方面技术啊还是比较先进的。就 PVD 蒸汽镀膜呢是一种在基材表面啊沉积薄膜的技术啊，通过在真空中加热材料让它蒸发，然后把蒸发的材料呢沉积到基材表面。所以这个 PVD 呢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涂层技术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个材料，包括显示器 LED 啊等等，都在用这个技术。实际上他那个论文里不是论文，专利申请里边那个零电阻的那个测试是在一块很大面积的薄膜上测的，可不是拿这些小疙瘩那个玩意儿测的。所以现在这事儿看起来越来越明白了。P99啊，就是 LK 兄弟啊，人家不 care 你外边能不能复制出来，人家想的是什么？挣钱要紧。因为现在他们一直赔着钱的，量子能源中心是个商业机构，它不是慈善机构。我说不过这个我觉得也合理，换了谁啊，这里面涉及的利益是太大了，也不可能说在论文里边写的明明白白的倾囊相授。不过这个你忽悠我们中国学校一块烧炉子，人家也没忽悠，是大家自愿的这事儿的。所以到时候万一这个 LK 没撒谎，人家成功了，人家玩真的，直接进入了公益环节，实现了这个商业上的这个包围。哎呀，这就让咱们的科研机构可就难堪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吃瓜呀，吃的是渐入佳境了。你觉得呢？好吧，今天关于这3篇论文以及这个韩国能源工程大学接受采访以及他们的工艺镀膜的事和大家聊到这儿。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次再见，拜拜。